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Sunny。我们从5月份开始做美股分析和交易科普的视频，到现在是7个月时间。这7个月来得到了非常多观众的支持，订阅数迅速来到了8万。今天是8万订阅特辑，准备公开我截止这周的持仓。除了8万铁杠观众，还有大几十万观众坚持收看我的节目。虽然股票分析不一定准，推荐过的股票有的很好，有的却不怎么样。讲大盘大部分是准确的，但有时也会误判。别的领域如果博主胡说八道，听听就过去了，比如教人炒菜的，没有教好，无非一盘菜倒掉。政治评论频道如果胡说，被人骂2句也就过去了。而财经内容如果误导了人，那可能会导致观众财富的流失，他天天要来骂的。这恐怕是财经博主最诚惶诚恐的一件事了。而最让人骂的呢，是你天天叫人买这只股买那只股，而自己又不买。这里面最大的原因是阳光财经从来不公开自己的持仓。我原来想，如果公开了自己的持仓，有利有弊，无论多大的资产规模，都会有人喊哇富婆，也会有人大骂切穷鬼。无论多少的收益和损失，都会有人嘲笑，也会有人羡慕。无论怎么样的操作，都会有人抄作业。而有些交易实际上不适合所有人，因为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，对账面财富波动的感受也不一样。但是公开持仓的2个好处肯定是有的，一是我自己有买，并且推荐的股票有人跟风抄作业，大家一起赚钱，一起赔钱。这就好比开车，你之所以随便上个出租车就走，那是因为司机本人也在车上。要是司机远程遥控的汽车，我想你是断然不想随便坐上去被人摆弄的。那么我公开了持仓，我也赔钱，我想骂我的人会少一点吧。第2个好处呢，就是观众的需要。有公开持仓的节目通常比没有公开的更受欢迎。那么阳光财经要冲刺10万订阅，获得 YouTube 里程碑，除了自己努力工作之外，也要认真考虑如何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。因此从本期节目开始，阳光财经将持续公开持仓，对每笔交易进行分析。怎么样？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，用实际行动支持阳光财经吧。我和我的搭档有美股账户3个， A 股账户1个。美股分别是富途、老虎和微牛。A 股是国内的券商， A 股在 YouTube 实在是没有人要看，所以呢，这个 A 股账户虽然金额很大，但是现在我暂不公开。目前决定先公开富途牛牛的账户。这个账户的特点主要是股票，利用期权增厚短线收益，适当加杠杆融资，融资的利率是 4.8%。 目前的股票持仓有4只股票，分别是英伟达、台积电、特斯拉和沃尔玛。英伟达成为第1权重股，不是因为特别看好，而是有一次在卖出英伟达看跌期权的时候被人行权了，所以呢就等于是被动高价接了600多股。目前639股的英伟达市值达到33万差不多的美金，所以这只股票现在一举一动会对这个账户的收益造成非常大的影响。除了英伟达的正股之外，还卖出了1张期权。总的来说，英伟达目前还是一个整理形态，导致最近一段时间收益非常平淡。英伟达在9月2日达到588高点之后，当时大盘开始崩了。9月初我说到 ABC 3浪下跌结构，当时大盘跌了2波，而英伟达只跌了1波就开始进入横盘，然后就从9月到12月一直在这条蓝色趋势线上方做调整，中间有几次试图冲高，都被空头无情打压。目前英伟达的技术形态只能说下有支撑，但是上涨动能还没有积累完成。蓝色圈内的2个高点对未来股价的上涨形成很大的压制。那技术面上，英伟达确实已经从上升趋势转入调整趋势，预计我这个持仓还要经受一定的考验，不排除一旦破位适当减仓，或者是通过期权对冲风险的动作。技术面看短线，而英伟达长期逻辑看好，研究机构给出的英伟达目标价到600元，以及长期目标价是1000。
总市值超过5000亿的预期。英伟达主营业务赚钱来自于2块，41%来自游戏，41%来自数据中心，那剩下的零头主要来自自动驾驶、专业可视化等业务。自从8月份数据中心超过游戏业务之后，英伟达的2架业务马车齐头并进。分析师对英伟达的业绩增长预测，从2020年预期每股收益 6.85 到2022年的 11.40， 业绩增速预测是 28%。 不过相对于 28% 的增长速度英伟达市盈率有85倍，已经是比较高了。无奈现在美股大部分股票都高高在上，低估的股票非常难找。这就好比现在的房价上涨，所有的房子都很贵，市中心的更是贵得离谱。如果非得找个便宜的货色，就只能往非常偏远的小镇或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去买房了。而事实是，市中心的房子一直在涨，从来不给你机会。而人迹罕至的地方，虽然房子便宜，可是永远都不涨现在但凡看得上眼的股票都涨上天了，就连疫情趴地股也一蹦3尺高。有时买入一只高价股真的是没有别的选择而已。什么时候高价股会变得便宜呢？那就是系统风险或者是自己黑天鹅的时候，比如911、经济危机以及瘟疫等突发事件，导致大盘崩盘，这样就可以捡那些高不可攀的绩优股。可惜的是，那时候估计我也是满仓套牢，哪还有捡便宜的资金呢？英伟达 RTX 30系列显卡发布之后，被黄牛炒高10倍，仍然一卡难求。能被黄牛炒高的都是好东西呀，比如明星演唱会门票飞天茅台酒等，都有稀缺性，有不可替代性。这从投资的角度来说，就是护城河。英伟达在2021年还要忙于收购 ARM 的申请事项，能不能获得几个大国政府批准，是决定英伟达未来是不是笑傲江湖的关键。因此这件事也会对未来的股价造成波动。我的持仓权重有点高，有点担心破位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说你的观点，平时都是我给大家支招，而现在我也请大家给我支一下招。特斯拉这只股票目前的建仓成本是464左右，目前的盈利 1.4 万，收益率是 31%。 以前也是进进出出做过几波，实际上今年抱住特斯拉不放，还赚得更多呢。人就是少不了折腾，哪怕对投资再有信仰，也会在 K 线图波动当中迷失了自己。做波段和吃长线永远是一对矛盾体。做长线其实挺无聊的，买入之后就不动了，然后呢，你要看着别人的股票大涨，自己的股票不涨，还得忍住寂寞。最惨的是别的股票大涨，而自己所谓的价值股却跌了，这种酸爽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体会。特斯拉在拆股前就说要涨到1000，拆股之后又有人喊到1000，也就是说短短几个月时间，投资者的预期又上涨了5倍。特斯拉下周就会被基金买入，纳入标普成分股。根据研究，纳入指数之后会有相当一段时间买盘乏力，进入整理阶段。不过特斯拉不时还会有利好消息出台，比如交车数据又冲新高啦，利润又看好啦之类的。总之，空头最害怕马斯克的推特了，有什么大事和投资者交流，特斯拉都不需要公关部门，只要马斯克亲自发推特，那就解决了。据报道，2020年特斯拉空头已经血亏350亿美元。摩根大通是特斯拉的死空头，前几天发表评论说特斯拉大幅高估，给特斯拉的目标价只有90美元。坚持特斯拉的卖出评级。不过有趣的是，摩根大通这位分析师建议的交易在过去1年中的回报是大幅亏损的，听他的人1年亏损的 80%， 成为反向指标。台积电是曾经在视频中提过的我买入的股票，到现在也还在持有当中。台积电的成本价是 85.37， 目前盈利 1.9 万，收益率 21.86%。 沃尔玛是刚买的股票，不多就买了1万，理由我们周末点评已经说过了。买入的时机主要是股价正在上升通道的下轨，下方防守位置明确，又有疫苗分发的利好，超市股也不怕再次因为疫情封城等等的事件。多伦多这边又要开始大规模关闭非必需的商业了，餐馆也关门了，快递也变得拥挤了，而超市呢却要受益于封锁。
因为别的门店关掉，超市的生意反而会更好。这样看来，无论是封锁还是疫苗，都是利好超市。其他的持仓是期权，主要是卖出 put。周末点评截图持仓之后，有观众就嘲笑我买了一堆期权都快变成零了，还拿出来讲。我真是很无语，我的持仓是负数，也就是说我是卖方，我是卖出期权，期权跌了，我是赚钱的，买的人才亏钱。当裸卖空的期权变成零，我就赚了所有的权利金，这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。打比方说，我卖了一个鸡蛋给甲方，收了1元钱，结果甲方把鸡蛋打碎了，是甲方哭死，我有什么好哭的？我的期权仓位只是用来作为股票持仓的增强收益，不是用来投机。至于这只 Disney 的期权，我是买方，买了看涨期权3张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这笔交易。目前更新一下我对这笔交易的后续想法。美国马上要开始新冠疫苗的注射，我原来打赌说2023年以前疫情肯定是解决，不是通过疫苗免疫，那就是大家都得了之后群体免疫。现在消息面上时间是提前了非常多，而且疫苗有效性不错，这样的话迪士尼很快就会迎来报复性消费。这一年减少的旅游可憋坏了不少贪玩的人。等疫情一结束，机场会非常拥挤，飞机票要持续一段很长时间的高价，旅游将成为报复性消费的重要突破口。迪士尼创新高之后，这张还有2年的期权对我来说只是小仓位啦，我准备继续持有。个人账户今年已经有丰厚的收益，股指处于高位，钱可能没有那么好赚了。投资是长期的事儿，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。阳光财经只有正能量，大家留言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